我们同学在家待的首次呢，非要来给我奶做俩菜。我一看，这是真愿意当孙子呀。他做了个宝塔肉，其实就是梅菜扣肉，味儿挺好，绿化整的也不错。完了还做了个辣子鸡。我说这玩意儿这么辣，我奶咋吃啊？他说那实在不行我打包吧，因为这玩意儿吧，在家炸太费油了。完我给我奶做了一锅番茄排骨玉米汤，还炖了一盘地瓜炖牛肉，这俩菜巨好吃，你们一定让孙子做一次，实在没有蹭孙子也得吃。然后做了一个绝猪手煲，我们同学说我从来没见过猪喉酱能和猪蹄一起炖，我弟说是，我也从来没见过对象黄了，生病和老丈人处哥们的。今天用肘子肉包了几个东北大饭包，这家给我奶乐的假牙都戴不上了。我弟看着饭包眼睛都直了，他那说胃不舒服，吃不进去呀。这小子天天熬夜，饮食还不规律，好在家里备了点新39胃泰，赶紧给他冲一杯喝了，让胃舒服一下。完我做了盘鱼香茄条，这小子趁热来一口，给上牙糖烫俩泡。早上上超市买2根黄瓜，腰秤13块钱，没招了，只能给我奶多放点虾仁了。完我们同学苦苦秋秋的又做了个蒜蓉龙利鱼，又这么多辣椒，我寻思又要打包啊。我说哥们，你家不是没有油吧？你家他妈是不是没有灶啊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肉感豆、酱蹄膀、辣鸡、瓜牛、青虾、饭肘包、翻排米、鱼条、塔塔、蒜鱼粉、蛋片。哎呦，我他这菜我俩打包算费了娘劲了，怕那塔塌了，到底又把那屉翻出来了，整的我爷还挺纳闷儿。我爷说你家到底是没有盘了还是没有盒了？好了，这太肥了。那没事，全是肥肉，肥肉没关系，全是肥肉，没关系啊！早上给我奶送点土豆，完我奶说有点馋肘子烩饭了，今天没做纯肉的，加了点酸菜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再撒点葱花啊，嘎嘎板着。完了前账给寄了点青橄榄和石斛，说让我给我奶煲点鲍鱼汤，降血脂还驱寒。我奶说你跟那姑娘都黄了，你别老听她的，到咱家了你就听奶的，你就多放点肉，比啥都强。我奶头2天新换副假牙，做了个孜然心管和黑椒牛仔骨给奶磨牙，还烤了一罐不加一滴牛奶的牛奶棒，这种奶味其实都是奶粉。炸了几个南瓜饼，我奶吃的时候有点馋油炸糕了，我这纯他妈给自己找活啊。我们哥俩今天伙食饭是肘子汤下点面条，还烤了个地瓜。这烤地瓜绝对有说法，你在家吃它就是不甜，哎，你非得在外面冻脸烫手冒热气，这地瓜一下就甜了。完这几个是我奶昨天点的菜，有蒜焖羊肉和鱼子酱茄子，还有小番茄炖牛肋和糖醋鱼。哎，就这个酱香的呀，红烧的呀，酸甜的呀，老太太都贼愿意吃这玩意儿。完炖肉多，我就在得物又买个电压力锅，这小锅好看还挺实用，你像炖肉啊、煲汤啊、焖饭呢都没问题。我发现像这种好看又实用的小家电，他们呼做活动啊！你上得物搜79353或者点左下角，还有新人的专属福利。就这种好看小锅，你哪怕看个图，是不是比你对着你那个拉了个驴脸的对象强？来不香香的酸肘饭、紫心、糖醋鱼、茄子、番牛、黑仔、涮羊、南饼、奶棒、白稀、清汤。下大雪嘛，我爸和我姑就没过来吃，但是也求走了一半。这一天拿我们哥俩当中央厨房呢，在这。临过元旦的时候，就上回你做的那个小点心，你就给我做点那个就行。我寻思你要吃肘子呢。我肘子那过年那是肯定的。不用我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也没给我做大肘子。那我离开大肘子，我还吃啥？我主要吃大肘子。快乐，我今天太快乐了，我决定啥快乐我吃啥，什么碳水呀、热量啊，我也不管了，我就这一顿把我那个收藏夹老窝捅它。奶茶都多长时间不敢喝了，今天放开了，今天就俩字儿猛续。再来一块咬一口满嘴流油的大肥肉。奶茶就肥肉，谁都别想瘦。炸鸡这玩意儿3天不吃我就想，所以我今天要吃出3天的量，这就叫快乐他爸给快乐报信儿。快乐你妈到家了！但我今天最快乐的事儿不是这个，是我把我弟的一个旧手机拿到转转 APP 上卖了。他们家回收手机价格高，我旧手机还卖了4000呢，而且免费上门收货，我家都没出就把手机给卖了。哎呦，我这波可太赚了！就这种快乐像啥呢？像你在要洗的衣服兜里翻出钱来了，完了你仔细一看，原来这是你对象的衣服。意外收获呀！我为了再放大一点快乐，我干了一包10片芝士的方便面。哎呦，我这顿饭吃的，我们爷俩容易下不来桌啊！来吧，吃快乐，不吃香香了。烤瓜、葡挞、翠花、辣炸、可沙、芝拉、
算黄，还有最快乐的 NC。对 ，NC 的快乐就是 NC。我弟今天吃的也挺快乐，他还跟我频频快乐碰杯。但我现在心里就盘算着一个事儿，就是他这个座机能不能让转着卖了呢？我最近要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痱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儿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里，但是我们试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得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得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，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现在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然后我原本还买了5个烤箱，打算做点烤鸡架吃，现在累的也不想折腾了。正好家里还有几个闲置的空调扇，都是全新的，就一起挂在闲鱼，5块钱一个出给大家了。你们点评论区链接或者闲鱼搜狗送就可以了，一定要认准加 V 的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不用的东西，也可以挂到闲鱼上卖闲置赚点钱。然后做绿豆沙的时候，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。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，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得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天太热了，吃不进去饭呢，我得做几个下饭菜，要不我该瘦了。这豆角太梗了，比我们同事都梗。我的同事说，整懵了吧？整懵了就别整了，咱们这个智商知道筷子不能咽就行。去你妈，粘一起了，嗦了一下啥味儿？完了，小味儿嘎嘎的，饭焖少了。我本来是想做水煮鱼来的，但是我不会收拾鱼，我就问卖鱼的大姐能不能帮我骗一下。她非常慈祥的看着我，她说你乐意买不买？不买滚一边去。哎，文化差异，我在广州人恨不得把鱼刺都给我挑出来。唠唠眼前的事儿吧，这个辣子鸡你觉不觉得缺样东西？就是一咬滋滋冒油的鸡皮，肉丁炸的干巴的，有啥可吃的呀？还塞牙呢。今日的荤素搭配，最爽的一步终于来了。看看今天的家常便饭啊，干豆、公丁、辣鸡、水肉啊，反正我今天就自己在家随便吃一口。那什么，你定没定呢？你要没定，反正我也自己，我帮你研究定啥呀？